闲话日本，接着跟您聊聊咱们这个系列的最后一期，军国主义还会在这个世界上出现吗？在聊军国之前啊，我们可以再想想到底什么是国家。作为国家，三要素：领土、国民和主权。这么干说有点抽象啊，咱们一起来做个思想实验。比如说，有一个有很多团队参加的蛋糕制作大赛，一个巨大的蛋糕坯，大小不一的被全部切开，每一个团队都占有其中的一部分。这个比赛呢，2条规则。第一，每个团队的蛋糕坯的份额是固定下来的。如果说觉得自己这块不够大，还想扩大一些怎么办？因为蛋糕坯已经分完了，所以在规则允许的前提下，只有2个办法。一是跟其他团队做个利益交换，就像当年美国从俄国手里边花720万美元买了15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每平方公里不到5美元，巨便宜。第二呢，是可以和其他的团队协商一下，合并成一个团队。就好像非洲有个国家叫坦桑尼亚，就是叫坦嘎尼卡和桑吉巴尔2个国家合并出来的。当然也有可能一个团队内部发生了分裂分家，没关系，只要能得到其他团队的承认，也可以留在场上继续比赛。就好像前苏联解体，这世界上一下多了10几个国家。第2条规则，每一个团队有权决定把自己这块蛋糕做成自己喜欢的口味。那么这个决定怎么才能做出来呢？无外乎有的团队它可能内部比较民主，大家群策群力，这样大概率会出现一个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主流口味，比如说奶油、巧克力这些。也有的团队呢，可能就是队长独裁，队长喜欢什么就做什么，那没准整出一个什么臭豆腐口味的，臭气熏天的，这都没关系，都是符合游戏规则的。只不过隔壁的团队如果不喜欢这口，可能就得捏着鼻子忍一忍了。另外这个臭豆腐团队的队员如果有不喜欢的，也只能忍，忍不了了，那就看看别的团队需不需要人，看能不能转会过去。当然规则是这么定的，但也有可能有的团队仗着自己力量大，自己人多，就要挑战一下这个规则。我就抢别人的蛋糕，就得改成我这个臭豆腐味的，怎么着？如果这个时候所有的团队都怂了，那以后的游戏规则就都归这个臭豆腐队制定了。一段时间以后，所有的蛋糕就没有其他的味道了，因为都得听那个队长指挥嘛。但如果能有一个口味正常而且力量旗鼓相当的团队站出来，或者说几个团队能联合起来，那也许臭豆腐团队就没法得逞了。不仅要把抢来的蛋糕胚还回去，作为挑战规则的代价，最终可能连自己这个口味都保不住，不得不重新回到人类蛋糕应有的味道体系里。当年的日本就是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众多的臭豆腐团队之一，抢了周边很多国家的蛋糕胚，还企图建立什么臭豆腐共荣圈，万幸被打败了。归还别人蛋糕胚的同时，队长被拿掉了所有的权利，剥夺了什么夹臭豆腐用的筷子之类的作案工具，团队也被改造成了一个民主的群体，抹去了绝大部分臭豆腐的影响，回到了人类的口味，做出了美味的抹茶提拉米苏。回到我们的主题吧，今天的世界还会出现军国主义吗？或者我们换个角度，今天的日本在什么情况下还能再次形成军国主义？我读研究生的时候看过一个日本教授的论文，讲说军国主义有3重封印。首先需要有一个广大的军国主义的民意基础。假设在日本发起一次全民的灵魂拷问，如果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的自由、信仰、生命、价值观、生活品质，这些生而为人的价值都比不过国家利益的话，只要国家一声召唤，所有这些随时可以抛弃，那么军国主义的第1道封印就被打开了。我们前面说的狭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是军国主义的土壤，讲的就是这个事儿。这条具备了，就好像一个炸药，里面的火药就有了。那这个炸弹还得有个外壳啊，就是第2道封印，
这个国家的法律和制度能不能对这种病态的民意起到约束和矫正的效果。以前的日本连首相不喜欢都可以刺杀，还不用偿命，这就叫没起到该有的作用。它会让一个社会一步一步走向失控。然后就是最后一道封印，相当于炸药的引信了，就是这个国家的领导人既要有军国主义的野心，而且权力不能受制约。过去旧大日本帝国宪法开篇第一句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皇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没有任何东西能约束他。那他就看心情随便来呗。下面1亿多日本人就跟着一路跑到黑，结果就是害人害己。所以按照这个3重封印理论，我们再看今天的日本，你先说领导人吧，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强势的首相，但执政党的对面还有8个在野党呢，你再强势，如果做法不得民心的话，一场选举就给带走了。注意，如果不得民心的话，那么要是得民心了呢？这个问题一会儿说。再看法律，日本国宪法对于军国主义的复辟也做了很多的预防措施啊，比如第66条，首相和阁僚不能是军国主义分子，也不能是现役军人，如果被发现了，直接被罢免。另外第9条，日本没有对外宣战的权利，也不能拥有对外宣战的能力等等，很多法条上的限制。所以军国主义如果想在日本通过法理摆脱这些限制，只能是修宪。咱们上期聊过，那门槛就高啊，参众两院过1/3，还要全民公投过半数才行。注意，全民公投和刚才说的民心好像又有点接近。那么今天的日本民心到底是什么样呢？我在日本住了20年，看过的所有的资料，接触过的绝大多数的日本人，大概是这么一个心境。比起日本，他更看重自己人这个身份。很多日本人一旦财务自由了，就不住在日本了，觉得这个国家又狭窄又火山又地震的，直接定居到什么美国、欧洲、澳洲，甚至南美洲、巴西什么这些国家，而且这一住就是后半辈子。那境界就像苏轼的词里边写的，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大概就这样。再给您举个别的例子啊，上个月前总理安倍晋三遇刺身亡，全日本都很难过啊。随便说几个细节啊，奈良他遇刺那个地方有一个可以祭奠用的桌子，每天无数人排100多米的长队，就为了给他献束花。到他出殡那天，东京街头10里长街送总理啊，路边全是拿着花给他送行的人。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这绝对是一个深受日本人民爱戴的好总理。现在正好也是他那个自民党当权嘛，可能也是觉得民意全权，决定下个月给安倍办个国葬，包下整个东京武道馆，邀请外国政要、日本地方的议员什么的，搞一个集体的悼念活动。这个事儿的政治意图咱们不分析啊，只说这个事儿本身，从一被提出来反对的声音，从民间游行到国会辩论，不绝于耳。反对的主要意见就是，你这个事儿得花钱啊，少说得几亿日元吧。要是用你们自民党自己的党费来办，那没问题，或者你民间筹款，能募捐出来也 OK。可是用国家的钱就不行，那是我们交的税金，日本老百姓交税不是让你们干这个用的。这就是今天的日本人了。首先考虑的是自己作为一个人该有的权利，个人和国家之间就是契约关系。对政府的态度就像对家里雇的佣人、出门请的司机一样，我交了税花了钱，你们得把承诺的那些公共事业、治安维护什么的给我弄好，弄不好我就不选你了。这国家谁能管好谁来干。今天的日本人对爱国这件事儿和自己的国籍没有半毛钱关系，完全取决于这个国家能让我产生多少认同。好像一个刚进公司的员工，想让他对企业产生认同，靠什么？薪酬待遇、上升空间、企业文化等等。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年轻人谈个恋爱还得送花请饭买包包呢，何况一个国家了？周公吐哺才能天下归心啊。
所以在日本，军国主义如果再次出现的话，导火索大概不会出现在内部，最大的可能应该是，比如突然出现一个巨大的外部威胁，可能比如又要世界大战了，需要选边站。日本人只有感觉到可能失去现有的一切，生活品质、价值观、信仰这些，才有可能会有巨大的民心变动，日本军国主义的土壤才有可能重新出现在这个国家里。同样的原理放大到全世界，大概也可以初步判断出现在哪些国家可以暂时放心，而哪些国家可能需要警惕了。好了，这就是军国主义系列的最后一期。其实还有好多想说的点，因为时间关系吧，留到以后有机会了。今天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